欢迎来到枫林漫谈，这里是思想交汇的港湾。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彭真顶住来自中央的狂风暴雨，将姚文元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拒之荆门之外，还尽力保护在巨大压力下已然神情恍惚的吴晗副市长。1965年11月27日，北京各报顽强对抗姚文元文章的第18天，彭真突然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通话后，彭真心里一沉，意识到再也无法挽回局势。周恩来在电话里究竟说了什么？本期节目我们接着往下说。周恩来语气坚定地要求北京各大报刊立即转载姚文元的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并挑明说道：“这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文章，你不转载，就是公然与毛泽东对抗。”彭真听到这番话，心里猛地一沉，知道大势已去。他清楚，吴晗不过是一介书生，一个最新明史的学者。但自己试图保护吴晗，已经触碰到了政治权力的高压线。毛泽东的威势如雷霆万钧，根本无法抗衡。林彪、康生、谢富治等人早已站在毛泽东那边。如今连一向精于平衡的周恩来也彻底倒向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态彻底扭转了局势。他不仅是向毛泽东臣服的第一干将，还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对毛泽东支持的积极态度。他对毛泽东的错误意见不仅表示赞同，更付诸实际推进，为文革的发动推波助澜。这种态度远不只是被动卷入或违心迎合，而是主动选择站队，为毛泽东的决策提供支持。次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一场关于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会议。彭真一见到江青，客气地问候道：“你从上海回来了？”江青冷冷一笑，毫不留情地回敬道：“想回就回，想去就去，还要经过你批准吗？”彭真听罢，试图缓和气氛，又问：“你也来参加会议？”江青语带讥讽地回答：“我哪敢参加您市长大人的会啊？你开会从来不通知我，看来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啊。”彭真被他的态度激得有些不快，正色说道：“话不能这样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的提，用不着拐弯抹角。”江青冷哼一声，说道：“原来你彭真还挺谦虚，会听别人的意见啊。我倒听说北京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独立王国了。不过我还没这么说，我劝你还是收敛一些，别走得太远了吧。”彭真顿时认真起来，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江青同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的，是同志还是领导？如果是同志，请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是领导，我倒劝你先认识一下自己。北京是人民的天下，只要我当一天市长，就不容许任何人肆意欺凌我们的同志。”江青气得脸色发白，冷冷说道：“好，你说得好，我以什么身份和你说话，你将来会知道的。”这场针锋相对的交锋让在场的人都捏了一把汗。最终，彭真不得不做出让步。北京日报于1965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于11月30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特意加了一段编者按，强调文章是学术性而非政治性的讨论，写道：“欢迎批评，也欢迎反批评，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与此同时，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加之彭真的劝说，吴晗违心地撰写了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刊登在《北京日报》上。江青精心策划的这枚重磅炸弹终于在北京引爆，批判吴晗的运动也由此全面展开。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省、艾思奇、
田家英、关锋等人开了一次谈话，谈到海瑞罢官时，他语气笃定地说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罢了彭德怀的官。”有的人把彭德怀看成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毛泽东在延安骂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骂你毛泽东20天的娘还不行。”这番话内容敏感，尤其要害是罢官一句，直戳海瑞罢官的政治隐喻。然而，当毛泽东的秘书，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秘书室主任的田家英，在整理这次讲话记录时，刻意删去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一句。随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将田家英整理后的讲话记录批发给了政治局委员。1966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杭州召开。期间，毛泽东突然质问田家英：“我问你，彭真同志批发我的同陈伯达、艾思奇等5同志的谈话是不是你整理的？”田家英答道：“是的。”毛泽东冷笑了一声，说道：“整理得很好，就是漏掉了关键一句，那就是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杨尚昆背着中央，在我专列上安装窃听器，你知道吗？”田家英回答：“我不知道。”毛泽东脸色一沉，冷冷说道：“我料定你会这么回答。好了，你走吧，今后我不找你，你也不要来见我。”就这样，田家英这个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的秘书被赶走，随后押回北京，停止检查。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从此破灭。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在中南海的毛泽东藏书房内结束了他的一生。官方给出的结论是篡改毛泽东著作，畏罪自杀。这场悲剧成为文革初期政治斗争中无数命运被碾碎的开端之一。为了应对毛泽东通过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引发的政治动荡，1966年2月3日，彭真召开了中央5人小组扩大会议，主持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及2月提纲。提纲明确提出，学术问题应当与政治分离，反对将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与1959年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一事联系起来。2天后，1966年2月5日，彭真参加了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2月提纲。随后，彭真以中央名义草拟了转发2月提纲的批语。经过在经政治局常委的传阅同意后，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批转全党。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请点个赞并订阅风林漫谈。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动力。让我们继续本期节目。在许多人眼中，彭真可谓胆大包天，竟敢对毛泽东的指示置若罔闻。他自信满满地高估了刘少奇一派的实力和担当。然而，真相是中国共产党内早已无人能与毛泽东匹敌。几乎所有人都坚信，毛泽东既然在长征中指挥有方，便是常胜将军，从此他的正确性不容置疑，连半点怀疑的念头都不敢冒出来。然而，话说回来，1934年的长征本质上是一次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红军在第5次反围剿中败得无法再待在苏区，不得不仓皇撤退。偏偏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带领红军冲破重围，往北逃跑的过程被视作挽救革命的壮举，这才有了遵义会议上他被推上领导高位，党内也因此认定毛泽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全党上下对他言听计从，逐渐形成毛主席金口玉言的局面。1958年的中共8大上，彭德怀提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建议，将党章中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删掉。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居然一致举手赞成，理由是要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
这一决定直接让毛泽东火冒三丈，心中早已暗暗记下这笔账，准备日后清算。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决定批判彭德怀，结果中央委员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生怕表现得不够积极。事实上，这种政治氛围早在党内酝酿已久，毛泽东独裁的局面已然形成。至于彭真，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初还能偶尔发表些与主流不同的意见，但这种逆风操作无异于火中取栗，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还无形中加速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步伐。他或许意识不到，他的这些举动正为自己日后的落马埋下伏笔。如此看来，彭真感言的背后，既是一份难得的胆识，也是一曲悲壮的历史插曲。试问，在毛泽东的强权阴影下，党内的政治格局还有多少喘息之地？到了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多次与康生、江青等人谈话，公开批评2月提纲，指责其混淆阶级界限，认为是严重的错误，并指令向全党下达撤销2月提纲的通知。毛泽东对彭真和陆定一搞出的2月提纲及其阻止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的行为极为不满。他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灵魂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出了修正主意。”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约谈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语气更加激烈地批评说，陆定一的中宣部是阎王殿，我们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4月28日和29日，毛泽东2次发表讲话，针对彭真和北京市委的批评更加尖锐。他说道：“北京市委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我们要攻到底。”毛泽东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及陆定一和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允许革命。他甚至警告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这一系列讲话表明，毛泽东对彭真及其所代表的势力的容忍已经耗尽，他决心以更加激烈的方式清除这些障碍。文革的风暴愈加不可避免地席卷而来。彭真与军队中一些重量级人物，尤其是贺龙元帅和罗瑞卿大将的密切关系，一直是毛泽东心中的隐忧。这一点，我们在之前谈到贺龙女儿贺洁生的那期节目中已经有所提及。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与彭真有着频繁而紧密的工作交往。每年国庆节的8月28日和29日晚，特种游行队伍的预演排练中，彭真都会在罗瑞卿和杨成武的陪同下亲临现场进行审查。在这样的场合，彭真和军方高层的互动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10大元帅中，彭真与贺龙的关系尤为亲密。薛明与贺龙的婚姻正是彭真牵线搭桥的结果。贺龙酷爱钓鱼，每次钓到好鱼，总会挑上几条送给彭真，而彭真和罗瑞卿也常常到贺龙家串门，三人之间的私交可谓深厚。不仅如此，彭真还将贺龙的妻子薛明安排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可见这层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同事交往。然而，这样的关系在中共高层尤其敏感，甚至触碰到了高层政治的隐性禁忌。在毛泽东眼里，党内干部与军队将领之间的过密往来，尤其是彭真这样具有实权的地方大员与军中宿将的交好，往往会被视为潜在的威胁。这种忌讳也为彭真、
贺龙和卢瑞卿日后遭遇的政治风暴埋下了伏笔。然而，贺龙和卢瑞卿却是林彪的政敌，他俩都认为林彪病怏怏的，早该给他们让出国防部长和第一军委副主席的位置来。1966年4月24日下午，林彪同彭真谈话，主要批评彭真在东北工作时期犯了路线错误。彭真说是路线性错误，林彪说你把这个性字去掉。到了这个阶段，毛泽东打倒彭真并发动文化大革命，已是箭在弦上，只待一声令下。1966年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毛泽东已经不通知彭真参加。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过是为此例行组织程序罢了。会议名义上由刘少奇主持，实际上所有决策均出自毛泽东之手。会议的2项主要议程至关重要。其一，通过由陈伯达主持起草，毛泽东先后8次审阅并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其二，揪出所谓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撤销4人全部职务，并决定成立专案组，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审查。这一切看似是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完成，但实际上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进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这4人无一不是刘少奇的重要亲信。按理说，唇亡齿寒，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道理，刘少奇应当明白。然而，面对毛泽东的威压，刘少奇选择了妥协，试图通过牺牲这些亲信来保全自己。然而，刘少奇的如意算盘却大错特错。毛泽东早已算准，先让刘少奇亲手剪除自己的羽翼，再回过头来对付他本人。军事常识告诉我们，要攻克敌人的核心堡垒，首先必须扫清外围阵地。而在毛泽东眼中，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正是刘少奇的外围阵地。讽刺的是，刘少奇却没有看透这一点，他试图通过牺牲亲信换取毛泽东的宽容，殊不知这样做只会让自己失去屏障，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当外围阵地被瓦解后，毛泽东再对刘少奇发起总攻，显然已经轻而易举了。1966年5月18日，彭真的工作人员和3名警卫战士共8人被调离。5月22日，毛泽东下令停止向彭真提供任何中央文件，并将他家中所有以往保存的中央文件以及他的工作日记等全部收缴。从这一天起，彭真被软禁在家，失去人身自由。6月1日，彭真被要求上交中南海出入证。7月9日，康生代表中央宣布成立彭真专案小组，并主持召开了专案小组的第1次会议。会上，康生提出彭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要求专案小组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角度寻找彭真的罪证材料。此后，彭真被勒令交代家庭背景及相关政治历史问题。1966年10月，彭真先后撰写了《彭真的初步检查》和《彭真自传》。不久，专案小组进一步要求他详细交代早年3次被捕的情况，包括1924年秋在太原被拘留，1927年春夏在天津法租界被工部局逮捕，以及1929年在天津再次被捕的经过。彭真随后提交了补充材料，专案小组据此指控他为反革命分子和叛徒。总之，彭真是文革中第一批被毛泽东打倒的黑帮分子之一。在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派蒯大富组织的百丑图中，彭真以歪脖子形象占据了显眼位置，随后更被升级为叛徒。1966年12月的一个寒冷深夜，北京戏剧学院的女红卫兵叶向真，在其父叶剑英元帅的幕后支持下，带着2卡车红卫兵闯入彭真的家，
将他从半夜的被窝里揪了起来，绑架至北京西山的山沟里进行秘密关押、审讯和批斗。若要问叶剑英对彭真怎么这么坏，就得看他们之间的曾有过的工作关系。中共刚从傅作义手中接管北平市的时期，彭真担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叶剑英是北平市第一副书记兼市长。叶剑英给彭真当副手，工作中两人不免有过意见分歧。被叶向真绑架那个夜里，彭真被吓得魂不附体，面如土色，浑身发抖，被寒风冻得瑟瑟发抖。尽管一天后周恩来通过交换条件将彭真从红卫兵手中救出，但这份条件却是同意继续对彭真进行批斗。随即，彭真被押至10万人的大会接受公开批斗，并游街示众。他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黑牌子，以飞机式的姿态站在敞篷车上，仅穿单薄的衣服，在刺骨寒风中穿过北京的长安街。文革的政治风暴迅速扩大，随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接连被打倒。1967年9月，彭真专案小组从他家中搜出一部具有收发报功能的轻便小收音机。专案小组随即要求彭真交代这台收音机的来历和用途。彭真解释说，这台小收音机是1947年他从哈尔滨前往西柏坡途中，中共东北局为方便他路上收听广播，特意送给他的。他到达西柏坡后，继续使用这台收音机收听广播，但从未用它发送过电报。然而，专案小组坚持认定这是一部特务电台，并以此指控彭真是外国特务。与此同时，彭真的小儿子傅亮年仅15岁，由于经常摆弄这台小收音机，并收听台湾对大陆的广播以及美国之音，也被牵连其中，被关押了4年多，直到1972年初才获释。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与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会谈时表示，7000人大会的时候，我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几个月后，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在7000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此时，彭真、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已一并倒台，文革如火如荼地展开。毛泽东借此机会彻底扫清了政治对手，终于出了这口憋了多年的气，也报了他心中积累已久的仇怨。彭真被打倒后，心中愤愤不平，常常委屈鸣冤。据传，他多次提到自己是延安第一个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这件事倒也可信，但毛泽东对此毫无反应。毕竟，那些曾经在思想和政治上为毛泽东鞍前马后效劳的人，如系统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或称毛泽东为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伟大统帅的林彪，也都在文革中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毛泽东性格中喜新厌旧、始乱终弃的一面非常突出，从来没有朋友能和他长久相处。当他的朋友，尤其当接班人，简直就是一件倒霉的事情。张闻天、王稼祥、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全都没有好下场，有始有终的也就康生、柯庆施以及半个周恩来。即便是忠心耿耿如陈伯达，文革中期也被毛泽东下令逮捕入狱，受尽折磨。陈伯达在狱中喊冤，说自己曾在延安救过毛泽东的命，这话倒是让毛泽东动了恻隐之心。第二天，陈伯达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能吃上2菜1汤，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从1966年12月到1968年7月被送入秦城监狱之前，彭真在北京经历了200多场批斗，简直可以说是斗争大会全勤奖得主了。这还不算完，他的家人也被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幸免。1967年7月10日，彭真的母亲魏桂芝，一位年过80的老太太，在山西曲沃县遭到造反派多次批斗。
造反派显然不分年纪高低，一样拳脚相加，最终为老太太含冤离世。9天后，彭真的夫人张洁清也被捕，直接被送到了燕山脚下赫赫有名的秦城监狱。耐人寻味的是，直到1972年7月，彭真才得知，原来他的夫人也在这同一个监狱里。这对夫妻算是同监不同房的特殊囚犯了。彭真的其他亲属也没能躲过文革的拖家带口式清算。张洁清的姑姑张秀妍、弟弟张文松以及弟媳黄甘英统统被捕，一家子成了革命对象。造反派不光批斗人，还爱批改历史。1967年9月23日，山西曲沃县的革命委员会干了一件离奇事，他们将彭真的家庭成分从1949年土改时划定的下中农改成了地主，似乎地主这个标签更符合他们的叙事需要。10月8日，康生看了曲沃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划定彭真家庭为地主成分及其他有关问题的决定后，还特意批示交彭真专案组存。于是彭真在历史档案里火速升级成了地主家的孩子，这为专案组给他扣上出身地主家庭的帽子提供了所谓的铁证。看来在文革中，家庭成分不仅能随意改，还能用来丰富剧情，给批斗大会增添更多的罪名素材。1967年9月15日，北京市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揭露彭真腐朽生活罪行。大字报列举了彭真3次修建彭公馆的详细罪状。据说这座彭公馆本身就是一座2层西式洋楼，还配有附属房，设计十分讲究，包括宽敞的卧室、豪华的客厅、书房、厨房、娱乐室、卫生间、汽车房、传达室、警卫室、管家的办公室和宿舍等，甚至连彭真的大猫都有单独的卧室。尽管条件如此优越，彭真却依然不满足，从1959年到1965年的7年间，先后3次扩建。第一次是在1959年，借国家兴建人民大会堂之机，彭真扩建庭院，把邻近的家属宿舍住户全部请走，合并为一个大院子。第二次是在1964年，将秘书室改建为会议厅，还加高到2层楼，并增设暖气、卫生设备等，改善秘书办公室的内外设施。第三次是在1965年，将原有的汽车房和部分平房扩建为能容纳100人宴会的会议厅，同时把仓库、厨房改建为卧室和卫生间，进一步升级生活配套设施。楼后部分平房也改建为宽大的厨房、备餐间、熨衣间和食物仓库，甚至还占用了临近空军家属的部分平房，用于新建车库、延长走廊和改建门楼。据大字报统计，彭真家的专线电话竟有14部，俨然一个帝国。这种种指控被红卫兵夸张渲染，成为彭真腐化堕落的象征，直接推波助澜地将他进一步推入文革的政治深渊。大字报进一步揭露，彭真的家庭生活奢靡不堪，伙食开支令人瞠目结舌。彭真一家4口，每月伙食费高达300余元，平均每人80元，这个数字比当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高出7、8倍。一年四季，新鲜蔬菜水果不断供应，冬天也要吃鲜黄瓜、扁豆等时令反季节蔬菜，鸡鸭鱼必须是活的，肉蛋则要最新鲜的。冬天每月消耗水果200多斤，夏天更是高达500多斤。市场上奇缺的水果和南方特产，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摆上彭真的餐桌。即使在全国3年经济困难时期，这种高标准生活也毫不缩水。彭真家不仅继续享用好米、好面、鸡鸭鱼肉、蛋及香油，甚至山珍海味、燕窝鱼翅都不断供应，新鲜蔬菜和南北鲜果也从未断绝。连他家那只大猫每天也必须享用3个富强粉馒头，鸡鸭鱼肉一概不落下。这种生活引得大字报辛辣讽刺道：真是一人当官，
酒足沾光，猫狗升天。更有甚者，大字报指出，彭真经常设宴请客，这些费用全由公费开支，而请客目的则是拉帮结派。贺龙、罗瑞卿、吴晗、李景全、刘兰涛等人是彭真家的常客，宴席上山珍海味，美酒佳肴不断，更是被形容为腐化的温床。此外，大字报还揭露彭真一家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每逢生日都要大肆祝寿，寿桃、寿面、八宝饭、鸡鸭鱼肉齐上阵，举杯祝酒更是必不可少，俨然一派封建地主式的排场。有一年，彭真外出访问，家里人居然还照样为他祝寿，场面丝毫不打折扣。大字报痛批封建社会地主阶级那一套祝寿的破烂，彭贼都继承下来了。这些内容来自彭真身边工作人员，以大字报形式广而告之，将彭真的形象彻底妖魔化，塑造成一个极尽奢靡、脱离群众的反面典型。这些指控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成为打倒彭真的强有力证据。文革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这消息对彭真来说既震撼又复杂。次日凌晨，他便急忙提笔给中共中央和华国锋写信，请求获准前往北京向毛泽东仪容告别。信中情真意切，写道：距京西主席逝世已快1天了，我却一直还像在主席面前聆听着他的教诲，万感交集，彻夜不能成寐。现在我已无论如何不能抑制的悲痛心情和强烈的愿望，希望中央允许我们向主席仪容告别。但这封信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复。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政坛风云骤变。彭真和家人似乎看到了曙光，随即多次向中共中央申诉冤屈。1977年3月19日，彭真再次给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写信，这次直接挑明标题：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反党分子。信的最后语气颇为沉痛，我忍痛和等待了近10年。可是人生并没有多少个10年，尤其是现在的我，有生余年已经有限了。我恳切地希望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央在我生前予以平反。同年8月22日，彭真继续为自己申诉，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强调我不是反党分子，我不是叛徒的问题，并希望他们能在百忙之中拨冗直接过问处理我的问题，恳切地期望在我生前给予平反。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彭真感到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转机。他那颗压抑多年的心开始重新燃起希望，等待着政治风向的再次转变，等待着他能重新站在党内的舞台上发声的那一天。在此之后，曾和彭真一起被打成彭罗陆洋集团的罗瑞卿及早在1962年就被打倒的习仲勋等人也恢复了组织生活并复出任职。知道这些消息后，彭真有些急了，心想该轮到平反自己了。1978年7月1日，彭真提笔给叶剑英写信，申诉1966年杭州会议期间林彪、江青等人对他的迫害，并希望在叶剑英帮助下，中央能对他的问题做出结论。在多次申诉后，1977年12月29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张节清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认为张节清被捕后未发现他有什么问题，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受审期间停发的工资，由陕西省委分配工作。1978年6月9日，张节清被任命为陕西省商洛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12月7日，又被任命为中共商洛地委委员、常委。老婆张节清的平反昭雪，再次坚定了彭真对自己获得彻底平反的信心。彭真子女给胡耀邦写信，要求将父母接回北京检查身体。12月16日，胡耀邦将信转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
李先念、汪东兴，并签署意见，我赞成把他接回北京来。随后，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圈阅。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正式就任中组部部长。仅仅8天后，12月27日，在部长交接的全体干部会上，胡耀邦便语出惊人，直接点名指出文革中加给彭真、陆定一、王光美等老同志的罪名根本站不住脚，并要求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先把这些被下放的干部接回北京治病。第二天，12月28日，彭真和家人从西安乘飞机回到北京。此时，机场迎接的场面可谓温情满满，吕正操、程子华、郑天祥、林铁等老战友亲自到场。看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彭真眼圈一红，明显动了感情。接他回家的交通工具是中组部派来的苏式吉姆车，然而由于车门较低，加上彭真个子高、年纪大，上车显得十分吃力。吕正操见状，连忙邀请彭真坐自己的大红旗轿车，但彭真摆摆手，微笑着说：“不用，组织上给我派什么车，我就坐什么车。”转眼到了1979年1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首都党政军民春节联欢晚会上，彭真首次公开露面。这是他自1966年以来整整13年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一时刻标志着他逐步回归政治舞台。同年2月13日下午，华国锋安排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中组部的复查报告。这是一份关于他问题的正式结论报告。彭真在看完后签字表示同意中央的结论。至此，这段被历史风暴裹挟的命运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平静的落幕。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明确宣布文革期间强加给彭真的种种罪名和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均予以彻底推翻。彭真不仅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还在全国人大任职，担任法制委员会主任、副委员长，并与赵紫阳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随后承担了一项重大历史使命，主持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部法律的起草和修订。这些法律的出台，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也让彭真赢得了社会主义法治主要奠基人的声誉。值得一提的是，新刑法颁布后，立即迎来了他的第一次大考，用来审判林彪、江青2个集团的成员。彭真出任两岸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直接指导这场堪称中国司法史上最特殊的审判。这场超级审判有2重意义：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开始步入法治社会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不少细节堪称耐人寻味。例如，在法庭认定的16名反革命集团主犯中，竟然有13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5名是政治局常委，甚至还有3名中共中央副主席。这一反革命密度简直令人啧舌。这样的情景不免让人发出疑问：如果中共中央政治局里都充斥着反革命分子，那中共一向标榜的伟大、光荣、正确又该如何自圆其说？这种悖论不仅让人忍俊不禁，也凸显出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荒诞与矛盾。正是在这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彭真开始了他的法治中国建设之路，虽步履维艰，却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1979年复职后的彭真，活跃程度堪比回春少年，风光不减当年。他不仅重新活跃于政坛，还积极推动各类改革。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他在上世纪80年代推行的村级选举。当时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体系已被数亿农民用脚投票抛弃，共产党对乡村的控制出现了松动迹象。彭真将村级选举视为稳定农村局势的工具。当然，
这种选举并非西方式民主，而是在党的框架内精心设计的控制之术。他希望借此甄别出更合格、更受欢迎的村干部，从而让共产党在乡村的统治更加稳固持久。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中共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政治局手中的橡皮图章，真正的权力核心并未触及。然而，在这个舞台上，彭真的表现却充满戏剧性。他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人大常委会里显得尤为积极。彼时的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已是高龄且多病，为了减少活动，常以健康为由淡出一线事务。彭真自告奋勇，主动承担了许多职责，甚至有一次还以叶剑英的名义接见外宾，颇有种迫不及待上位的感觉。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有一次人大开幕式，叶帅亲自主持，但随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回家。按惯例，大家以为彭真会接过指挥棒，继续主持会议，没想到叶帅来了个狸猫换太子，直接点名副委员长邓颖超代为主持，着实让彭真尴尬了一把。好在彭真身体硬朗，耐力十足，总算熬到了叶帅真正退休的那一天。1982年6月6日，第6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在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高呼声中，时年81岁的彭真顶替86岁的叶剑英，成为新一任人大委员长。虽说官位上风光无限，但其党内地位仍停留在政治局委员的级别，并未晋升至政治局常委。彭真虽登顶人大，距离更高的权力核心却始终差了一步。1981年，江青已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一判决标志着他作为四人帮核心成员的政治生命正式终结。然而，在秦城监狱的高墙内，江青依然不甘沉寂，试图用最后的挣扎证明自己的无辜。彼时，作为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承担了管理此案后续事务的重要职责。他特意前往秦城监狱会见江青。然而，刚一见面，江青就爆发了情绪，怒不可遏地对彭真破口大骂：“你这个邓小平的走卒！”彭真却并未被这番咄咄逼人的言辞激怒，而是淡然一笑，平静地问道：“你还有什么要求？”江青闻言，情绪稍作平复，但接下来的要求却更加离奇：“我要见华国锋，我要向他问个明白，我究竟有什么罪？”彭真果断拒绝，因为此时的华国锋已下台1年有余，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早已交到了胡耀邦手中。华国锋显然不可能再为江青答疑解惑。江青见请求落空，又转而提出另一个要求：“我要见邓小平。”彭真再次拒绝。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彼时正站在中国政坛的巅峰，自然不可能为一名阶下囚浪费时间。江青的要求看似荒唐，实则别有用心。他试图通过见邓小平为自己争取最后的政治筹码，甚至是重新塑造自己的历史形象。然而，这样的请求无疑是在挑战当时的政治底线，注定不会被接受。彭真深知与江青的对话已无意义，江青仍深陷毛泽东极左思想的泥淖之中，拒绝面对现实，也无法摆脱对往昔权力和地位的执念。彭真或许曾抱有一丝挽救的希望，试图劝他走出迷雾，回归理性。然而，这场救赎注定无疾而终。他最终意识到，这位昔日的毛皇后早已与现实世界渐行渐远，成为历史风暴中的孤魂。文革后，历经劫难的彭真复出政坛，重回权力核心。然而，文革的伤痛在他心中挥之不去。尤其是对发动文革的毛泽东，他的感情注定不可能有半分温情。彭真公开反对对毛泽东功过3期开的评价，这让他在党内显得尤为孤立。1986年的一次党内高层座谈会上，
彭真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说的斩钉截铁，甚至补充道，毛泽东自己都不承认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追求者。他看古书比看马克思的书多千倍万倍。在彭真的眼中，毛泽东更像是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直率的言辞在那个政治氛围中无疑是石破天惊，却也注定招致冷遇。他的意见再次被否决，正如当年7000人大会上他的直言不讳被压制一样。1985年，记者向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发问，在中国是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让彭真一下犯了难。他挠了挠头，实事求是地回答，是党大还是法大？这个嘛，我也不清楚。这回答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外交式模糊。毕竟说法律大，意味着法律能管住党，党必须在法律下活动。可现实是，共产党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对党有利的，法律便赫然在目；对党不利的，法律则像穿了隐身衣，踪影全无。3年后，在1988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记者不怕死地追问人大副委员长周古城这个问题。这回周古城的回答简直是一场逻辑杂技表演。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党比法大，但是党章和宪法都规定，党应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比党大。所以嘛，我的结论是，党大，法也大。周古城这番诡辩，堪称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经典案例。到了习近平时代，事情就简单得多了。他直接拆掉了牌坊，只留青楼，毫不遮掩地回答这个世纪难题：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逻辑闭环完美的让人目瞪口呆。在他的语境里，不存在党大法大的问题，只有党说法大法就大，党说自己大那就更大。在近30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假设被问到这一问题的是习近平，那么他又会以怎样的方式作答？中共4中全会给出了答案：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习近平毫不讳言党大还是法大这一问题，而是以2个必须理直气壮都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必须坚持中共的领导，党的领导要借助于社会主义法治。然而，彭真的政治轨迹并非仅是反思历史那么简单。在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事上，彭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胡耀邦因被认为改革过激以及思想松散，而遭到邓小平、陈云等党内大佬的联合逼宫。虽然彭真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但两人之间的矛盾并非全然是路线之争。胡耀邦推动干部年轻化，试图让老一代领导人主动退休，这触动了包括彭真在内的元老们的根本利益。2年后，历史再度给彭真留下了复杂的一笔。1989年春夏之交，因胡耀邦去世引发的广场抗议运动席卷全国。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主诉求，彭真选择支持对北京实施军事戒严。他与邓小平及其他党内高层领导人一同推动了镇压行动，最终以武力平息了这场震动中外的民主运动。更为令人唏嘘的是，他参与了罢免时任总书记赵紫阳的决定。赵紫阳因拒绝下令镇压而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自由。相比之下，彭真选择了站在体制一边，以坚守党的统治为最高考量。彭真与胡耀邦的分歧，或许不仅仅是理念的对立，更包含着时代更迭下的权力博弈。改革的步伐需要破旧立新，而老一代领导人
试图守住自己的政治地盘。这场纷争在某种意义上映射出中国改革进程中难以调和的矛盾，既想推动变革，又想守住稳定。彭真，这位历经风雨的政治老人，最终成了历史舞台上一位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角色。感谢您观看本期《枫林漫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支持我们。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见。